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敬请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93期迷彩虎讲堂，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迷彩虎。话说中国开放2胎政策了，虎哥说这其实是中国提升未来军事力量而下的一盘大棋。今天虎哥就来陪你聊聊人口对于军事的重要性。首先，人是战争的重要资源。二战时，苏联全军平均一天要阵亡2万人。在1944年，战况已经有利于苏联的时候，一个在战斗状态下的苏军步兵师一天要有1%到2%的人员损耗，而通常一个部队的伤亡达到20%至30%就要退出战斗。也就是说，苏军步兵师不可能维持时间长于2周的战斗。所以说，人力储备就是手上的筹码，没有足够的筹码，也就没办法取胜。一战时，法国官兵光阵亡就有124万，这还不算平民的伤亡。而法国这时的人口总数也才3800万，相当于一场大战把一代法国年轻人打光了。法国的精英在战争中被大量的消耗，直接导致社会发展进度严重滞后。在随后面对德国科学的全面崛起，法国的物理学却一蹶不振，直到60年代才开始有起色。法国被一战巨大的伤亡吓怕了，上上下下都认为不能再来一场大战把一代年轻人填进去了。所以你看他的军事指导理论都是防御性的，耗资巨大修建的马奇诺防线专门等着德国来打，而不是采用闪电战、大纵深战役理论这些攻势思想。在二战的时候，一看到苗头不对，法国就直接投降了。武器的研发和生产需要工业体系，而工业体系需要工业人口的支撑。一套生产系统有大量的部件零件，这些部件零件的运作和维护需要有相应数量的人员，同时也要有相应数量的学徒去传承、发展、研究这些技艺。因此，一套系统要对应几何倍数的工业人口。一个工业生产系统不能单独存在，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要有制造生产设备的重工业，满足运输的交通工业、能源工业，有满足生产人员需要的消费工业，以及一系列的农业、矿业、教育、商业为这个系统所服务。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系统也更加复杂，需要纳入更多的工业生产人口。在20世纪初，即便是一艘铁甲战列舰这样的核心工业产品，也只需要100万个零部件。这样的工作几百万人口就能应付，所以像瑞典、阿根廷、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都可以自主的生产。而到了二战时期，工业体系变得复杂，德国、日本这样人口在7、8千万的国家也不得不在武器间进行取舍。德国砍掉了航母以保住战斗机和坦克，日本硬着头皮使用一战科技水平的陆战装备来支撑还算先进的海军舰只。到了冷战两极格局形成的时候，工业门类更加庞杂。即便苏联这样坐拥2亿居民的大国，还是要以牺牲轻工业为代价来保证重工业的研发和生产。在维持生产之外，还要有体系的优化和迭代，这就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用来研发的攻关和冲刺。而没有成规模的工业人口基数，不可能产生足够的高素质人才。因此，没有足够的工业人口，就没有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战斗力也就大打折扣。微信搜索迷彩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体系，了解中国近来工业体系的发展。工业体系建成之后，还需要有足够大的市场、消费人口去支撑这个工业体系。苏联建成之后，一不靠侵略殖民，二不靠倾销产品，取得了把西方国家吓尿的发展速度。靠的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有着足够庞大的内部市场，只要市场够大，即便再 low 的模式都可以找到生存空间。生存不成问题，拿到回流资金就发展扩张，而后迭代进化。几次迭代下去，就把对手比下去了。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的一些公司勉强可以和西方企业打得有来有往。再看现在，中国的华为、中兴、阿里巴巴都已经在海外攻城略地，这些公司成为高新技术的代名词，成为世界市场上行业中的领头羊。原因在于什么？在于我们有足够的消费人口，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我们的工业体系，可以满足我们的工业体系迭代优化的需求。
像欧洲因为生育率低、人口不足、缺乏劳动力和消费人群，为了维持国家运转，不得不大量引进移民，甚至是难民，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今天欧洲各国混乱。但反过来说，人口数量并不绝对的越多越好。反观南亚某大国，至今还有26%的公民大字不识，仍有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支出不及1.9美元。坐拥13亿人口，可全国的 GDP 甚至不如只有4000万人口的美国加州。可见高素质人口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节目最后，火哥推荐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 APP 作为福利，每天没事打开看一篇文章即可获得金币奖励。金币自动兑换现金，收益超过30元可提现。现在注册还送2元现金红包。另外，你还可以邀请好友或者分享朋友圈，邀请好友来赚钱。每邀请一个好友，除获得2元佣金外，好友的每一个有效阅读将向您进贡20金币。好友越多，阅读越多，你的金币收益更多。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玩头条，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最后又到了虎妞飞飞的时间了。微信搜索公众号迷彩虎，回复虎妞加飞飞的个人微信。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想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在那里告诉我哦。如果问题一经采纳，将会获得迷彩虎为你特别定制的精美礼物。想要吗？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